提高角度，发现到这两个这个表面就会长得非常简单。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子渊，欢迎收看我们这一集的韩系分边烫。说到韩系分边烫呢，这是这2年非常主流的一种烫发方法。那如果你能够掌控这3个重点，我相信你对这款烫发技术的掌控力就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哦。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卷度的控制了。那这款发型呢，它烫起来真的没有太卷，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不会把它控制在 S 的纹路，我们会控制在 C 的纹路，也就是 ABC 的 C。那这个 C 的纹路，基本上我们在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是控制在1圈半到2圈就可以了。所谓的1圈半到2圈呢，我们就会拿起我们的头发跟我们的卷子去做绕的动作，只要绕在1圈半到2圈的这个阶段，基本上烫完就是湿的时候会有 C 的纹路，那干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弯度了。但是这就牵扯到我们第2个重点了，也就是我们在控制这个卷度的时候，我们需要顾虑的是我们的角度问题。好，这个就是男生烫发跟女生烫发最不一样的地方了。很多人在男生烫发烫完之后就跟那个兄弟一样卷卷的，这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记得在前几周我们在1分钟的烫发单元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角度的控制了。如果你都是正90度卷进去的话，你会出现一个问题，都很卷，你就觉得我要么都不卷，要么都很卷，到底是怎么办呢？这就是角度上面的认知问题。我们会建议男生烫发，要么就超高于90度，就是很高的角度，让表面的纹路是松的，里面不要太卷。因为这样子的话，表面有卷度，里面没有卷度，它出来的效果会是自然的。最害怕的就是正90度卷进去，因为你表面跟里面都是90度，它就会整个缩上去，你就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兄弟？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可是，在就是这个刘海这个地方，我们希望的是里面有这个明显的波浪纹路，表面不需要，因为表面也有波浪纹路，它就是整个都缩上去了嘛。所以里面这个地方的角度我们会超低，卷进去之后是里面这个地方架上去，这个地方刚刚好有一个波浪。OK， 所以第2个问题就是角度的控制啦。第3个这个很重要，就是在烫完之后的交接这个地方，当然里面我们会刷贴嘛，那刷贴我们以后的单元我们再讲，但是这个交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这个地方我们会用拼卡的一个方法去做操作，让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既有弯度，但是不会有蓬度，因为这个地方一旦有了蓬度，就会炸掉。好啦，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开始操作咯。我们先讲一下这款发型呢，是我们在前几周的会员频道的内容。那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发型怎么剪，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这是一款3角层次，简单的说就是后短前长，去保留前面的刘海的长度。那我们里面呢，今天我们就不做压贴的动作，我们未来会在会员频道里面特别教大家怎么样去把它压贴。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针对顶部区这个地方去烫所谓的分边烫。记得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讲过几个重点，首先第1个就是角度。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在这个顶部区的这个位置呢，放上一个高于90度的角度，先卷进去，让表面的波浪纹路比较多，里面的就会比较少。然后再来就是刘海区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会降低角度，去创造出里面的卷纹高于外面的卷纹。然后再来就是转折处这个地方，也就是我现在分区的这个位置呢，下面这个地方我们会用拼卡的卷度把它卷成一个弯，然后并且让它比较服帖。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底部，如果说1区太厚，我们就2区，大概2区的位置，把这个底部这个转折处这个地方，先把它烫出一个弯度出来。好的，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分一个方形的一个分区，正方形的一个分区，就像这样一个正方形的分区，然后将头发梳出来。然后记得角度就不需要太高了，因为我们没有要让它烫的比较蓬。然后接着我们就用这个拼卡的纸呢做对折，再做对折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在这个发尾这个地方先喷上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这个发尾有没有露出来的问题。然后接着呢，因为我们要向后，所以我们的左手呢就在上面，右手呢就在下面，然后把它放上去，它就变成是一个圈圈。然后就把它转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用你的拼卡夹稍做一下固定，这就完成我们的拼卡的一个卷度的一个动作了。那我们就持续的往后面几个分区去做移动咯。好，我们现在呢这一侧已经2排操作完了，那我们现在呢来操作这个另外一侧这边。那因为
头发都有大小边嘛，那我们大边这边相对底部的厚度就比较厚，小边这边相对就只有一区而已，所以是这样一区，这是应该是最后一卷的。那刘海我们会留给卷子，那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区了。那我们梳起来，那这个呢，我们一样是要向后，但是因为方向的关系，刚刚是左手在上，现在就变右手在上喽。我们来操作示范一下，梳起来，拿起我们的冷烫纸，对折，再对折。然后用你的水枪稍微喷湿，这时候我们就把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然后拿着之后呢，我们就往前吐，那它就变一个圈圈，你就用你的右手捏住，转，再转，再转，转进去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像蝸牛一样的形状，那我们就把它夹起来就可以了。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拼卡，那它这边烫完之后就是贴的，上面有卷度，它这边就不会碰。好，那大家现在看到我已经戴上手套啦。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要接下来先上药水。那我们在上药水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头发会不会有卷度，其实跟你的上卷好不好，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跟你的药水才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将我们头发的这个药水呢，很扎实的、很饱和的上在你的这个头发上面，因为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完整吸收到这个药水。药水吸不吸收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你的头发有没有卷度，跟你的这个药水有没有上到非常的扎实，有非常绝对的关系。那我们在上药水的时候，可以稍微就像染头发一样，稍微给它一点点搓揉，让它比较容易吸收。好，那我们接着上完药水之后呢，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分了一个斜后的一个分线。那这个斜后分线分出来之后呢，我们要上我们第一个卷度了。那我们第一个卷度呢，就是斜后分线。那注意这边的角度呢，我们要很高很高，真的要很高。怎么多高呢？不夸张的说，这么高。OK， 我们既要往我们的反方向去做移动，因为这样子的话，它的表面的松度才会出来，里面的卷度才会比较少。所以我们的角度是高的。我们将我们的纸放上去。角度一定要高，不能太低。然后我们要切记，我们的发尾一定要把它卷进去哦。好，放2、好，这样子大概是2圈的一个圈数。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算圈数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去算的。OK， 假设今天这个头发呢是我们要卷的这个位置，你将这个头发，假设我们要卷到底，那你就可以把它捏在发根这个地方绕1圈。代表这个是1圈，那像这个的话，大概是快2圈而已，所以这个就是2圈以内，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卷度。我们要提高角度，高于90，先确定发尾一定要吃进去，然后我们再卷进去。那你就会发现里面比较松，外面这边比较紧，就是比较靠近分线这边比较贴发根，外面这个地方会比较远离发根，这样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创造出。接近分线这个地方是有卷度的，可是里面这个地方不要有卷度，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它会这样翘起来是正常的。然后你从这个侧面看也是，表面这个分线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接近卷度的，里面这个地方也是比较远离，也就是我们透过角度的变化去决定你的卷纹要出现在哪里的问题。那因为我的角度是高的，所以基本上我出来的效果呢是表面有松度而已，这个表面有松度是很重要的哦。OK， 好，最后2卷呢是接近刘海，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角度就要超低的，所以我就先卷里面这一卷，跟大家做一下示范，一定要先量一下这个侧卷，侧什么卷呢？圈数的部分。好，我们来测一下圈数的部分。那我们先拿我们要的卷子，一样是这个黄色的嘛，那我们就1圈、2圈 ，OK， 就刚刚好，接近快2圈 ，OK。那这边的角度呢，我们有讲过，我们前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要架在这个分线这个地方，所以你就不要在这边烫，你一定要贴过来，甚至超过你的分线。OK， 所以我们转个身，我们要往分线这边集中，这是分线嘛 ？OK， 然后角度一定要够低，这边就会比较接近发根，这边就比较远离发根，我们就会有一个落差。那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完我们的操作了。那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卷度的配置。首先呢，我们一开始是先按照pin cut，也就是所谓的夹子烫法，
开始卷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是向后波动的。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非常服帖，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角度提升，包含到这一侧一样。但很多同学会说，那为什么一边是2排，一边是1排？原因是很简单，因为这一边是大边，所以我们以一个卷子的这个表面能去衡量的话，下面这边我们全部都用夹子的方法去做烫发的动作。那接着呢？你可以先从刘海开始，但我个人的建议是先从上面这个地方，因为你要先创造出高角度。我们创造出高角度之后呢，我们把它卷进来，大概是2圈到1圈半。卷进去之后，一定会发生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各位来看一下，就像这样子，这个是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卷纹希望少，表面的卷纹希望多，所以我们甚至也是要从这个另外一侧表面这个蓬松度去走，一个是往分边，一个是高于90度的角度，这2个角度去做衡量，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卷子歪七扭八的。但是这就是这个烫发的关键，就是如果你烫头发的观念永远都是90度、90度、90度，你烫完之后就变兄弟了。为什么？因为它都很卷。因为你发现我们这个角度很高的时候，你就会让这边比较卷，这边比较不卷，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落差。然后一直到刘海，我们的角度都是低于90度，所以你会发现，因为我们都是往分线这个地方靠拢，所以这个地方的就会撑住，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因为卷子架上去的一个麦当劳的形状。那我们后面这个地方就比较单纯。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是一个连接板的后面，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烫发把它烫下来而已。它只是给一个弯度，因为它的长度其实不长。当然你也可以都用拼卡，就是用夹子烫法去把这后面收尾。但我觉得还好，因为表面的卷纹不多，所以这个2边不会有太大的落差。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烫法的操作。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把头发烫完了。那各位已经发现到这边已经呈现出一个波浪的一个效果，而且大家应该有发现到。表面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卷纹，是里面这个地方比较蓬，这就是我们透过降低角度把这个撑起来，但表面就不会有太多卷纹。那各位会注意到这个侧边这个夹子烫发的部分，它就是单纯的一个弯度，没有蓬度，然后这个弯也不会过卷，这就是夹子烫发的好处。然后我们再来看表面的部分，那表面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将角度提高，所以这个地方都会有很自然的一个蓬度的效果。我们就可以用吹风机稍微在刘海这个地方稍微撑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用直接夹的这样撑，但如果你没有想要这么高的话，就是你的分线边没有要那么蓬的话，你就可以这样手捏在一起，然后单纯只吹单边。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卷度没有特别的卷，所以你可以用烘干，或者是像我这样拨干，或者是你可以先烘干之后再拨干，都可以。OK， 好的，这就是我们造型过后的结果啦。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用低角度卷进去的。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多么高深的技巧，只是说当你的卷度知道在哪里的时候，你烫完就会长这样。我只是刚刚吹风完之后用定型稍微固定一下而已，就会长这样了。非常简单，而你看哦，这边都没有蓬度，因为这边的角度是低的，所以这边就不会蓬。这边一旦蓬了就会很丑，因为它就会变成是圆的。那你会看到表面这个地方都会有松度，可是你看里面是贴的，为什么？除了是拼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里面我的角度没有特别高。OK， 那基本上角度很高，卷进去之后这边是空的，所以它就卷不到，它就不会蓬。这是很基本、很简单的道理。从侧面看，这个比例就很好看。这边里面是蓬的，表面是贴的；那这边是表面是蓬的，里面是贴的。有一集这个公开的影片里面提到这个夹子烫法，因为真的太重要了。就是男生如果你不会夹子烫法，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太卷，那你就可以用夹子烫法，那把两边这个地方把它烫得比较贴，包含到后面也是一样。因为它是方形的一个分区。那我再强调一次，如果你对这款发型有很多的想要了解的想法，你可以参加我们的会员频道，因为这款发型就是我们在前几周已经在会员频道里面公开已经剪过了。那我们只是把会员频道的发型把它直接做烫发的处理，这就非常简单，就没有再进行做调亮了，我们就完全按照那个发型烫完就长这样。而且大家应该刚刚有看到我就是用吹风机把它拨干，我本来是想用烘罩烘的，但我想说，可以呈现出一个更自然的效果给大家看。OK，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啦。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就下面留言。当然，如果你对我们的会员频道有兴趣，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大家可以私讯我，一个月的费用是200元，里面有非常多的减法的资讯。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出染发、烫发的内容。OK， 那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我是魏子渊，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